皇上您别听他挑唆，奴才没那意思，没那意思。那皇上说审，你说杀，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皇上的呀？当然是听皇上的了，皇上那就杀了，不是那就审嘛。和珅总算是赢了纪晓岚一回，他先是利用本家亲戚去海生家里挑拨离间，害得海生老婆上吊自杀，随后又命人去停尸房附近纵火，并趁乱给尸体做手脚，让原本被纪晓岚认定为自缢而亡的案件变成了他杀。为了彻底整垮纪晓岚，和珅又暗中联系贾贵妃，让他在乾隆面前煽风点火。现在何大人都怕他，皇上也……谁跟你说朕怕纪晓岚呢？第二天上朝时，负责此案的曹文植就将案情一一上奏。乾隆得知尸检报告后非常震怒，事实极为明显，此案的原检、复检的官员，竟因为海生和纪晓岚是好友，所以就极尽的袒护冯迎之，报称是自缢而死。和珅这时也开始发动致命一击，表示这件案子的幕后主谋就是纪晓岚。和珅本以为胜券在握，可是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这番话瞬间引起了乾隆的警觉，再联想到之前贾贵妃的说辞，乾隆猜到这又是和珅的诡计，于是便找了个借口替纪晓岚脱罪，说纪晓岚本来就是个无用的书生，让他去查案也就是充数而已。更何况纪晓岚对刑侦案件也没什么经验，他生就了一副近视眼，检验的时候呢，他又看不清楚。人家说什么他就听什么，一味的随声附和。和珅闻言瞬间呆住了，他跟纪晓岚同朝为官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不清楚对方的势力度数？而纪晓岚却心领神会，当即装出一副看不清楚的模样。乾隆这时又让太监将眼镜拿给纪晓岚，还特意叮嘱他以后不要再误事了。纪晓岚戴上之后就开始戏弄和珅，把他搞得一惊一乍的。乾隆见状是哈哈大笑。为了不让大家说闲话，乾隆又找了几个替罪羊来给纪晓岚背黑锅，将他们全部发配到黑龙江戴罪效力。皇上如此处罚，那督察院岂不成了空衙门了吗？乾隆其实也有点担心纪晓岚结党营私，便准备用和珅来制衡他，把督察院的空缺交由和珅处置。而何胖子当即推荐了他的老师吴醒兰。下朝后，这群人就将人选定了下来，都是咱们的人嘛啊！而纪晓岚则是去送别自己的下属，他向众人保证一定会继续跟和珅斗下去，不把大家斗回京城绝不罢休。随后，纪晓岚就到大牢看望海生，向他打听脖子上的印记是否可以做手脚。海生由于在刑部供职多年，立马想到了几本有名的法医书，宋代的《洗冤录》，明朝的《易志编》，还有《医狱集》。然而没等纪晓岚找到证据，和珅就开始着手对付海生了。这次出马的是那位御史吃屎的刘构，然而手下的官差却对他阳奉阴违。韩堂尉，老和尚念经呢，大点声。海生来到大堂后，还将他嘲讽了一顿。原来是刘构，刘兄啊！刘构本想来个下马威，让海生给他跪下，可海生却表示自己是奇人，还要刘构拿出圣旨，气得刘构摆上了刑具。你是怎么害死钮祜禄氏的？随便看证据上怎么说，勒死的、踢死的、毒死的、掐死的。都行。虽然海生已经招供了，可刘构却不打算轻易放过他，非要动用大刑来给和珅出气。就在这时，纪晓岚突然来了，将刘构臭骂了一顿后，纪晓岚又让海生将手掌印在白纸上。海生是个奇人，你不会同慎刑司和理事厅而单独审讯，这是违例；押服之后又要滥用刑威，这是违法。连这些规矩都没弄懂，就急着开堂审案。你太迫不及待了。纪晓岚回去后就对照书籍和手掌印寻找证据，可是小月却突然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。原来小芳在得知姐夫海生供认杀妻的罪过后，就来到通政司告御状，表示是他杀死了姐姐。乾隆得知此事后，立即传召和珅跟纪晓岚，询问他们该如何处置。和珅觉得像这种脑后长反骨的人就应该凌迟处死。纪晓岚听后立马怒斥和珅大不敬：“你替皇上勾结人犯呢？我没那意思，我什么时候是那意思？皇上您别听他挑唆，奴才没那意思，没那意思。那皇上说审，你说杀，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皇上的呀？当然是听皇上的了，皇上那就杀了，不是那就审嘛。”乾隆于是派纪晓岚跟孙儿绵恩重审此案，还叮嘱两人不要刑讯逼供。小芳为了拯救姐夫，不仅在公堂之上自揽罪责，承认是他亲手掐死了姐姐，还不惜自毁名节，表示他跟海生做了对不起姐姐的事情才杀人灭口。纪晓岚见审问不到有用的供词本，打算暂停审案，可绵恩为了登上皇位，决定按照和珅的吩咐判处海生跟小芳死罪。纪晓岚于是劝他不要被和珅利用。令尊定安亲王早逝，令兄被夺去郡王封爵，还不都是皇上一句话的事儿吗？郡王，您要引以为戒，万不可受人利用，祸及自身。绵恩听后决定不再插手此案，摆平皇孙后，纪晓岚又找到戒台司的方丈托他调查案子。随后纪晓岚又邀请乾隆跟和珅去戒台寺烧香拜佛。